我今年99岁了，在这个年纪，我有资格说一些年轻人听起来刺耳，但绝对真实的话。在这个漫长的近乎1个世纪的岁月里，我热衷于收集一种东西，那就是人类的愚蠢。我像昆虫学家研究甲虫一样研究人们是如何失败的，因为如果你知道你会死在哪里，你就千万别去那个地方。当你站在我这个岁数的门槛回望，你会发现50岁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悬崖，这是一个充满了幻觉的年纪。我见过太多50岁左右的人，他们穿着体面的西装，开着昂贵的轿车，名片上印着甚至连他们自己都记不住的一长串头衔。从表面看，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赢家，他们拥有了年轻时梦寐以求的一切，房产、股票、地位，以及通讯录里那些所谓的大人物。按理说，他们应该感到幸福，感到满足，感到宁静。可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你剥开那层光鲜的表皮，用显微镜去观察他们的生活，你会发现他们大多活得比20岁时还要累，还要脆弱，还要惊慌失措。他们每天就像马戏团里那个可怜的杂技演员，手里同时抛着10几个球，几百万的房贷，子女昂贵的私立学校学费，父母的重病医疗费，职场上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还有那些毫无意义却又不得不去的社交晚宴。他们不敢停下来，哪怕1秒钟都不敢，因为只要掉了一个球，整个生活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他们拥有的越多，被占用的精力就越多。他们以为那些资产、人脉、头衔是他们胸前的勋章，其实那些都是挂在他们脚踝上的沉重锁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犯了一个极其基础却又极其致命的认知错误。他们在人生的下半场还在玩上半场的游戏，总是反过来想，如果要过上痛苦的晚年，你就必须追求复杂。所以如果要幸福，你必须追求极简。你要明白，人生是分阶段的物理过程。在50岁之前，也就是人生的上半场，游戏规则确实是做加法。这就像你在原始森林里采集，你需要尽可能多的把东西装进你的篮子里。你需要学历作为敲门砖，你需要经验作为护身符，你需要第一桶金作为启动燃料，你需要建立庞大的人脉网来捕获信息。在这个阶段，适度的贪婪是进化的动力，忙碌是生存的常态，甚至可以说混乱是某种程度上的活力。但是一旦你跨过了50岁这道门槛，热力学第2定律中的熵增就开始疯狂起作用，游戏规则彻底变了。到了下半场，规则变成了做减法，你的精力开始不可逆的下降，你的时间开始倒数。你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哪怕犯了愚蠢的错误，哪怕浪费了3-5年，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推倒重来。在50岁以后，复杂就是你的头号敌人。如果你还在试图拥有更多，还在试图抓住每一个看似是机会的陷阱，还在试图讨好每一个无关紧要的人，那你就是在自寻死路。我见识过很多在50岁以后破产的聪明人，请注意，我说的是聪明人，智商很高，学历很高。他们破产不是因为他们没钱，恰恰是因为他们太想赚钱了，他们的生活太复杂了。他们拥有10几个分散的投资账户，买了几十只根本看不懂的股票，还要亲自管理几套现金流为负的出租房。市场只要稍微波动一下，他们就手忙脚乱，心力交瘁。所以如果让我给50岁以后的人一个最重要的能救命的建议，那绝对不是告诉你去买哪只热门股票，也不是教你如何用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对冲风险，
那些都是战术层面的雕虫小技。我给你的忠告是战略级的，是关乎你生存哲学的，那就2个字：清理。你需要对你的人生进行一次彻底的、冷酷无情的，甚至带有洁癖的大扫除。你需要从一个什么都想要的收藏家，变成一个只留精华的剔除者。这不仅关乎你的财富能否保值，更关乎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尊严。很多人害怕做减法，他们受困于一种名为损失厌恶的心理误判。他们觉得扔掉东西是损失，拒绝机会是遗憾，疏远朋友是冷漠。这是典型的穷人思维，是匮乏感的体现。真正的富人，真正的智者都知道一个秘密：少即是多。只有剔除了那些平庸的、消耗你的、虚假的东西，那些真正珍贵的、能为你产生复利的东西才有空间生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教你如何拿起手术刀，对你的人生进行3次最关键的清理。我们要清理你的投资组合，清理你的朋友圈，清理你的欲望。这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相信我，切除肿瘤的过程总是痛苦的，但只有这样你才能活下去。让我们先从最直接、最容易量化的东西开始。你的钱在50岁以前，你可能听信了华尔街那帮理财顾问的鬼话。那帮人靠佣金生存，他们的利益和你的利益根本不一致。他们整天向你兜售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告诉你投资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这样才安全。于是你买了几十只股票，持有了5、6个甚至你自己都叫不出名字的基金，可能还跟风买了一点虚拟货币，甚至还在远郊有一套收不上租金，还要每年缴纳物业费的房子，看着账户里花花绿绿的持仓，你觉得自己很安全，因为你分散了。但我必须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你这不是在分散风险，你是在分散你的精力，分散你的收益，分散你的灵魂。分散投资是对于自己无知的一种补救措施。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集中投资才是王道。到了50岁，你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分散是无知者的保护伞，集中才是智者的收割机。在这个年纪，你的脑细胞每一天都在死亡，你哪来的精力去跟踪30家公司的财务报表？你哪来的精力去每天盯着5个不同的交易软件？那些让你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资产，就像是你鞋子里的沙子，它们不会让你立刻破产，但它们会增加你行走的摩擦力，让你走得很累很慢，最后在终点前力竭倒下。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仓，哪怕是亏损也要卖。你需要克服沉没成本的心理误区。这只股票你亏了50%，并不是你不卖它的理由，你不卖它的唯一理由应该是它未来能涨回来。但如果你连它做什么都不知道，你这就是在赌博。你要把那些你根本看不懂的科技概念股卖掉，不要去碰那些你无法理解的生物医药或者互联网泡沫。你要把那些常年不分红的垃圾股卖掉，你要把那些让你半夜惊醒睡不着觉的投机品通通卖掉。你要像修剪一棵老树一样，把那些枯枝败叶通通剪掉。剪完之后，你应该剩下什么？你应该只剩下3到5个篮子。这3、5个篮子必须满足3个极其苛刻的条件，缺一不可。第一，你完全哪怕闭着眼睛，哪怕在梦里都能看懂他们是怎么赚钱的。这一条叫做能力圈。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就已经输了。第二，他们拥有坚不可摧的护城河，哪怕再过10年、20年，竞争对手也无法打败他们。这一条叫做竞争优势。
第三，他们能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不需要你操心的现金流。这一条叫做不需要再次投入资本的增长。这其实就是我常说的打卡理论。假设你这一生只有一张卡片，上面只有20个孔，每当你做一次投资决策，就打一个孔。当20个孔打完了，你的投资生涯就结束了。如果你必须遵守这个规则，你还会随意买卖吗？绝对不会，你会极其慎重，你会像猎豹一样潜伏，直到看到那只最肥美、最确定的羚羊，你才会出击。我和沃伦·巴菲特的投资组合其实非常简单，简单到令人发指。我们持有的重仓股，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苹果公司、美国运通、美国银行、可口可乐，就这些。我们拿着这几家公司拿了几十年，我们不需要每天看盘，不需要担心美联储加息还是降息，也不需要关心华尔街的分析师又发明了什么新名词，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地球还在转，人们的底层需求就不会变，人们就要喝糖水，就要刷信用卡，就要用手机。这种极度的集中不仅带来了惊人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宁静。想象一下，如果你只持有3家伟大的公司，你对他们了如指掌，就像了解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当市场大跌时，别人在恐慌，在猜测，在抛售，而你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心里想，只要大家还喝可乐，我就没事。这甚至会让你觉得大跌是上帝给你的礼物，让你有机会买得更多。但是这种确定性是50岁以后最宝贵的财富。你不需要再为了那1%的超额收益去冒100%的本金风险，你不需要再为了证明自己聪明去买那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你只需要守着这几棵摇钱树，让它们慢慢长大，慢慢开花结果。如果你把葡萄干和大便混在一起，你得到的仍然是大便。当你把资金集中到最优质的资产上时，你的财富不仅更安全了，而且增长得更快了。因为你砍掉了那些拖后腿的平庸，你让复利在最好的土壤里心无旁骛的工作。所以拿起你的账户，开始清理吧，别舍不得。那些平庸的资产就像平庸的朋友一样，除了消耗你的时间，给不了你任何帮助。清理完了股票，现在我们要来清理更麻烦、更粘稠也更痛苦的东西，你的人际关系网。心理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社会认同。我们总是倾向于模仿周围人的行为，以此获得安全感。这意味着，如果你周围都是愚蠢的人，你很难独自保持理智。在50岁以前，你可能觉得朋友越多越好，人脉越广越好，你参加各种聚会，交换名片，甚至忍受那些你明明不喜欢甚至鄙视的人，只为了心里那个微弱的声音说，也许将来能用得上它。但到了50岁，你必须看清一个残酷的现实，你通讯录里90%的所谓人脉都是无效的，甚至是负资产。他们不仅不能帮你，反而在消耗你。有些人就像是行走的情绪黑洞，每次见面他都在抱怨社会不公，抱怨老板愚蠢，抱怨老婆唠叨。他把你当作情绪垃圾桶，把所有的负能量都倒在你身上。和他聊完1个小时，你会感到精疲力竭。这一下午你什么正事都干不了。有些人总是想占你便宜，他们向你借钱不还，让你免费帮忙，把你当成免费的劳动力。如果你拒绝，他们还会道德绑架你。有些人当你成功时嫉妒你，当你失败时嘲笑你。他们不仅不是你的盟友，反而是你潜在的敌人。还有的人虽然不坏，
但就是和你聊不到一块儿去。你们的价值观南辕北辙，交流起来充满了误解和障碍。在人生的上半场，为了所谓的机会，你也许还可以忍受这些，把这当作是社交成本。但在下半场，你的时间和心力已经太宝贵了，经不起这样的挥霍，所以我们要进行第二次清理。拿起你的手术刀，切掉那些有毒的关系。这种清理比卖掉亏损的股票还要难，因为人是有感情的，我们害怕孤独，害怕得罪人，害怕被人说不合群。但你必须明白，人际关系也是有成本的，而且是很高的隐性成本。50岁以后，我们要追求的是零摩擦的人际关系。什么是零摩擦？就是你和他在一起，不需要猜疑，不需要防备，不需要讨好，不需要戴着面具。你们彼此信任，彼此欣赏。如果你们做生意，哪怕没有几十页的律师合同，只是一句口头承诺，你也相信他会用生命去兑现。如果你们只是聊天，哪怕坐在一起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我和沃伦·巴菲特的友谊就是这种关系的典范。我们认识60多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我们虽然不经常见面，但每次通电话都能立刻进入正题，没有任何寒暄废话。我们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知道对方的品格如何。这种极度的信任，让我们在做几百亿美元的决策时，能够像喝水一样简单。有一次，他想投资某个项目，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只说了3个字。这种极度的信任就是信任杠杆。当你身边只剩下这样高质量的朋友时，你的人生效率会呈指数级上升。你不再需要花时间去设防，不再需要花精力去博弈。你可以把所有的能量都用来创造价值，享受生活。这其实符合康德的绝对命令原则。如果你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你就应该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然后只和值得信赖的人交往。所以，从今天开始，试着给你的朋友圈做减法，把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请出你的生活，把那些只想利用你的人拉黑，把那些和你三观不合的人淡忘。哪怕最后只剩下3-5个朋友也没关系，因为这3-5个朋友是经过时间筛选的真金，他们会在你生病时来看你，会在你困难时帮你，会在你老去时陪你。如果你在充满了排泄物的地方打滚，就不可能让自己保持干净。清理了杂草，那些真正的友谊之树才能长得更高，根扎得更深。现在你已经清理了你的钱，清理了你的人，你的外部负担清了一大半，但还有一个更隐蔽、更顽固、更具毒性的东西藏在你的心里。如果不把它清理掉，你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宁静。那个东西就是你的欲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嫉妒驱动的虚假欲望。在心理学上，这种机制被称为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当别人拥有的比你多，或者你失去了你认为你应该拥有的东西时，你会产生剧烈的痛苦和非理性的反应。50岁以前，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靠着一张外部积分卡活着的。什么是外部积分卡？就是你对自己价值的判断完全来自于外界的评价。你努力赚钱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你成功，你买大房子是为了让亲戚朋友羡慕，你送孩子去名校是为了在家长会上更有面子。你的情绪完全被别人掌控。如果别人夸你，你就开心；如果别人批评你，或者仅仅是忽视你，你就感到失落。你就像一个提线木偶，线头捏在别人手里。这种活法在年轻时也许是一种动力，
它通过虚荣心和攀比心鞭策你向上爬。但到了50岁，如果你还拿着这张外部积分卡，那就是一场灾难。你会发现这是一场永远赢不了的游戏。你赚了100万，你的邻居赚了200万，你还是觉得自己穷。你换了奔驰，你的同学换了法拉利，你还是觉得自己输了。这种比的心态会产生一种剧毒的情绪，嫉妒。我常说，嫉妒是所有罪恶中最愚蠢的，因为它是唯一没有任何乐趣的罪恶。暴食至少能让你享受美食，好色至少能让你享受快感，懒惰至少能让你享受休息。而嫉妒呢？嫉妒只能让你在别人成功的时候感到痛苦，在自己拥有的东西面前感到匮乏。对于50岁的人来说，嫉妒是致癌物，它会吞噬你的理智，让你在应该防守的年纪因为不甘心而去冒险。驱动这个世界的不是贪婪，而是嫉妒。所以第3次清理就是要撕碎这张外部积分卡，你要把它换成一张内部积分卡。什么是内部积分卡？就是你对自己价值的判断来自于你自己的标准。你不再关心别人怎么看你，你只关心你是否做对了事，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否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沃伦·巴菲特就是内部积分卡的典范。他是世界首富，但他吃麦当劳，喝可乐，住在他1958年买的老房子里。他没有私人游艇，没有豪车收藏，他的生活极其简单。如果有人说他老土，说他不懂享受，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想要什么。他的满足感来自于他对投资逻辑的验证，来自于他每天的阅读和思考，而不是来自于别人的掌声。当你切换到内部积分卡时，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你会发现，你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东西。你不需要为了面子去换那辆新车，因为你知道旧车开着也很舒服，而且更省心。省下来的钱，你可以带家人去旅行，或者存起来增加安全感。你不需要为了合群去参加那些无聊的饭局，因为你知道独处的时光更宝贵。你不再通过拥有什么来定义自己，而是通过成为了谁来定义自己。这种心态的转变是50岁以后最伟大的财富，它让你获得了真正的免疫力。市场的波动吓不到你，因为你知道你的资产足够养老。邻居的炫耀气不到你，因为你知道那种生活不是你想要的。你从一个在舞台上卖力表演、渴望掌声的演员，变成了一个坐在台下冷静欣赏自己人生的观众。这就是欲望的清理。这不是让你变得清心寡欲，不是让你去当苦行僧，而是让你把那些为了别人而产生的虚假欲望清理掉，只留下那些为了自己而产生的真实需求。你会发现，真实的需求其实很少，很容易满足。一张舒适的床，一本好书，几个知己，健康的身体，以及不用为明天发愁的存款，这就是幸福的全部。当你完成了这3次清理，清理了资产，你获得了安全，清理了关系，你获得了效率，清理了欲望，你获得了宁静。现在你已经卸下了所有的包袱，你的灵魂变轻了。你终于准备好去迎接50岁以后那个最重要也是最美妙的阶段了，那就是让剩下的精华开始自动复利。但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陷阱，那就是无聊。当你把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都清理掉之后，你的生活会变得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非常平淡。每天打开账户，数字没什么剧烈变化，没有新的热点让你追逐，没有复杂的饭局让你应酬。这种无聊对年轻人来说是折磨，
但对50岁以后的人来说，这就是天堂。但前提是你得学会享受它。我发现很多人之所以在中年翻车，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智慧，而是因为他们忍受不了无聊。他们觉得我都50岁了，我应该更有作为，我应该更忙碌，于是他们主动去制造麻烦，去寻找刺激。他们卖掉好端端的蓝筹股，去买波动剧烈的虚拟货币。他们辞掉稳定的工作，去搞什么2次创业。他们背叛了平稳的婚姻，去寻找所谓的激情。他们以为这叫不服老，其实这叫作死。这违反了复利的基本原理。复利不仅是一个数学公式，它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爱因斯坦称之为世界第8大奇迹。但复利有一个核心要求，只有一个，不要打断它。50岁以前，你的人生为什么很难产生复利？因为你太忙了，太乱了。你今天买这只股票，明天卖那只股票，你打断了财富的复利。你今天和这个人应酬，明天和那个人吵架，你打断了关系的复利。你今天想学钢琴，明天想学高尔夫，你打断了技能的复利。你的精力被切成了无数个碎片，撒在了无数个平庸的地方。所以你虽然很累，但一事无成。但现在当你做了减法之后，情况完全变了。因为你只持有3-5只最优秀的股票，你不需要再频繁交易，你只是持有。这一持有就是10年、2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你没有打断它，于是复利开始疯狂的工作，你的财富开始呈指数级增长。因为你只和3-5个最靠谱的朋友来往，你们之间的信任不需要再从头建立。每一次见面都是在深厚的友谊地基上再加一块砖。这种关系的质量会随着时间变得极其深厚。在关键时刻，这一份深厚的关系抵得上10000个点赞之交。因为你只保留了读书和思考这2个最简单的爱好，你每天都在积累智慧。这种智慧的复利是最惊人的。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会发现，你看待问题的穿透力是你年轻时的无数倍。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当你把人生变简单了，你就把人生变重了。你的每一个决定分量都更重了，你的每一次行动效率都更高了。赚大钱的秘诀不在于买进卖出，而在于等待。看看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是一个市值几千亿美元的庞大帝国。但你知道我们的总部有多少人吗？只有20几个人。没有庞大的人力资源部，没有公关部，没有法务部，没有战略规划部。我们把管理做到了极简。我不去管那些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天在干什么，我只做一件事，选对人，然后信任他。因为简单，所以我们决策极快；因为简单，所以我们没有内耗；因为简单，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如何让钱生钱这唯一重要的事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跑赢那些拥有几千名分析师的华尔街投行，他们被复杂拖垮了，而我们乘着简单的翅膀在飞翔。50岁以后，你就是那个守在田边的农民，你的前半生已经播种完了，你的资产已经布局好了，你的能力已经成熟了，你的声誉已经建立了。现在你的任务就是等待，等待那些种子在时间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你不需要再像年轻人那样四处奔波寻找新的种子，你只需要守护好你的1亩3分地，除除草，浇水。当你学会了与无聊共处，你会发现无聊其实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它意味着你的生活已经进入了正轨，不再需要剧烈的调整。它意味着你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安全感，不需要通过忙碌来证明自己。在这种无聊中，
你可以去做一些真正滋养灵魂的事情，你可以去读那些想读却没时间读的书，可以去学一门新的语言，可以去陪陪家人，可以去钓鱼，去散步。这些事情看起来没什么用，不能直接帮你赚钱，但它们能让你的内心变得丰盈，让你的判断力变得敏锐。更重要的是，它们能让你活得更久，更健康。而长寿本身就是最大的复利，所以别再害怕无聊了，拥抱它吧。当你的朋友们还在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而焦虑不安时，你可以气定神闲地坐在椅子上，看着你的财富像大树一样在沉默中缓慢而坚定地生长。这就是50岁以后的顶级智慧，在动荡的世界里做一个安静的定海神针。最后，我想和你谈谈50岁以后人生的终极目标。当你做完了所有的减法，你的手里只剩下3-5只股票，3-5个知己和一个清醒的大脑。这时候你该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很多人到了50岁，陷入了一种叫做存在感危机的陷阱。他们觉得如果不忙碌，自己就没有价值，于是他们去干涉子女的生活，去对年轻人的工作指手画脚，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唠叨鬼。请千万不要那样做。50岁以后，你不再是战场上的冲锋者，你是坐在帐篷里的指挥官，或者更准确地说，你是一个灯塔。你唯一不能减掉的是你的责任，一种传递理性的责任。我今年99岁了，我的身体已经很老了，但我还在接受采访，还在写书，还在出席股东大会。为什么？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吗？当然不是。我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是因为我觉得，既然我通过做减法守常识活了下来，并且活得不错，我有义务把这种生存的智慧传递下去。这就是50岁以后你人生的新游戏，从狩猎者变成教导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去说教。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着比我们当年更复杂的世界，他们有社交媒体的噪音，有高房价的压力，有无处不在的消费诱惑，他们很焦虑，很迷茫。作为过来人，你最大的资产不是你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你因为不犯蠢而积累下来的生存样本。你要活成一个样本，你要让他们看到，一个人即使不追逐风口，不透支信用，不焦虑攀比，依然可以过上体面、富足、从容的生活。这种身教比任何言语都有力量。当你不再向孩子炫耀你的过去，而是展示你现在的平静；当你不再强迫他们成功，而是教导他们如何面对失败；当你不再用金钱控制他们，而是用智慧启发他们，那一刻，你才真正完成了财富的传承。我见过很多富豪，他们留给孩子几十亿美元，却没留下一丁点智慧。结果呢，那些钱成了诅咒，毁了孩子的一生。我也见过普通的父母，他们没留多少钱，但他们教会了孩子诚实、耐心和节俭。这些孩子后来都成了社会的栋梁。所以50岁以后，你要投资的不仅是股票，更是下一代的大脑。这需要极高的智慧。你需要克制自己好为人师的冲动，你需要忍住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你需要像修剪盆景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那些年轻的思想。这其实也是一种做减法。你减少了对他人的控制欲，减少了对世界的抱怨，减少了好为人师的爹味儿。你只保留一样东西，理性。你要成为那个在所有人都发疯时依然保持清醒的人。当家族群里有人转发谣言时，你是那个用常识打破它的人。当晚辈因为股市暴跌而恐慌时，你是那个告诉他
这很正常的人。当朋友因为攀比而焦虑时，你是那个请他喝茶让他慢下来的人。这就是灯塔的作用。灯塔不会到处乱跑，也不会大喊大叫，它只是站在那里发出光芒，谁需要光，谁就会看向它。这就是50岁以后你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存在方式。你不再需要通过索取来证明自己，你通过给予来升华自己。你给予的不是钱，而是比钱更稀缺的确定性。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一个情绪稳定、财务健康、思想深邃的长者，就是对他身边人最大的恩赐。当你做到了这一点，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以前是你求着别人办事，现在是别人渴望听你的意见。以前是你害怕被社会抛弃，现在是社会舍不得你离开。这才是真正的尊严。现在我们已经完整地走过了一遍：清理资产获得安全，清理关系获得效率，清理欲望获得宁静，享受无聊获得复利，传递智慧获得尊严。这一切最终指向了一个终点。你可能会问，查理，这样的人生会不会太冷清了？我告诉你，这不叫冷清，这叫高级的自由。当你活到我这个年纪，你就会明白，人生最顶级的奢侈品不是私人飞机，不是海边别墅，而是你能对自己说一句，我没有任何不想做的事情，需要被迫去做。这就是我们做减法、守常识、存复利的最终目的。我们不是为了死的时候成为墓地里最有钱的人，我们是为了在活着的每一天都能拥有不被他人左右的尊严。这种尊严来自于你对自己生活的绝对掌控。你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读一本好书，喝一杯茶，看着窗外的落叶。那一刻，你的内心没有恐惧，没有焦虑，没有遗憾。你拥有的是一种叫做心安的东西。这种心安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它是你用半生的克制、理性和智慧换来的奖赏。50岁以后，你的身体会衰老，你的记忆力会衰退，这是自然规律，没人能改变。但是你的灵魂可以逆生长。通过做减法，你把那些世俗的杂质都过滤掉了，你变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通透，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智者。你会发现快乐其实变得很简单。年轻时，你的快乐来自于获得更多的钱，获得更高的职位，获得别人的赞美。年老时，你的快乐来自于舍弃了虚荣，舍弃了攀比，舍弃了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当你不再需要向世界证明你很厉害的时候，你才是最厉害的。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我只是一个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喜欢简单生活的老头子。但我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因为我没有被这个疯狂的世界改变。我始终坚持了自己的原则，我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理性，我始终守护了自己的灵魂。我希望当你到了99岁回首往事的时候，你也能拥有同样的感受。不要等到80岁躺在病床上才开始后悔自己的一生都在忙碌和焦虑中度过。不要等到生命快结束了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从50岁开始，甚至从今天开始，拿起你的手术刀，砍掉那些多余的枝蔓，建立你的护城河，守住你的核心资产，点亮你的灯塔。这不仅是投资的智慧，这是生存的艺术。50岁不是下坡路的开始，而是登顶的最后一段路。只要你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你会发现山顶的风景比你想象的还要美，而且那里的空气无比自由。我是查理·芒格，
谢谢你们听我这个老头子的唠叨，希望我的这些建议能陪你走好人生的下半场。再见，祝你们拥有一个宁静而富有的晚年。